康永哥《情商课》那本书里面有类似的场景，你举例过吗？刚刚熊浩举的例子我非常感谢因为我们说客套话的时候，老是有人问我说：“你这样讲话不诚实啊？”我一律会回答说：“诚实是一个美德，可是是对你自己而言。诚实并不是一个对别人的美德，诚实往往伤害别人，伤害你与人的关系。如果你那么重视诚实，把它用在自己身上，我遇到的大部分人是对别人很粗糙、很坦率，对自己却不诚实。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诚实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要那么在乎诚实这个价值观，你只要对你自己诚实，那是最重要的一种诚实。然后呢，我想讲的这个事情很有趣哈，就是如果各位搜寻我的过去主持过的节目，你会发现我不说各位观众大家好。12年的康熙来了，没有一天那一集的开始是说各位观众大家好的，这是我自己的小别扭，我很少讲，因为对别的主持人给人家惹麻烦，人家要说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我自己的小原则就是，第一个，当我要说出口各位观众的时候，我对我自己讲说，他们不是观众，他们不是一群人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他们自己。我只要把他们当成了是一群没有面目的人，我就忘记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因为我讲的话而喜怒哀乐，会受伤害或者受鼓励。然后小 S 就会觉得你很怪，就是不就讲观众2个字就好吗？我就是不要众这个字，我不要把人归到大众里面去。我觉得每个人是独特的。然后我干嘛又不说大家好呢？因为我没有资格希望你好。这节目不是当场直播的，这节目是上个礼拜录好，今天播。你上个礼拜在祝人家好，今天才播出，这不是一个真心的祝福。所以我跟我自己闹这些别扭，我最后只能够说你现在收看的是《康熙来了》。可是这是我的小坚持。我如果跟马东一起主持节目的时候，他先说了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一定跟着说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因为那个是配合他一起，我们都认同这件事情，就这样做。所以我的教养就是，如果大家都在这样做，我们不给别人添麻烦。如果是我自己的事，我可以爱怎么讲究就怎么讲究。所以我对今天这个题目呢，我认为你爱怎么讲究你就讲究，可是不是在群里头给别的家长惹麻烦。所以你一高尚了说，我不跟，然后别人就为难，因为你高级了，那他怎么办？所以这是第一个，我不觉得我要站在反方的原因。然后第二个呢是，你的小原则啊，都只能够发挥在你能够耍狠的地方。我之所以那么佩服家长们，那么佩服老师们，就是孩子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人质啊。我每次看我那些有孩子的朋友，他们是很大的学者、很大的教授，平常讲的学问一套一套，小学课本拿出来，那个大教授一句话都不敢讲，那小孩就照这个考试。我说：“你讲的历史跟这里面历史完全不一样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就照这个就好了。”就小孩在对方手里，你耍什么狠？就是那些原则都不重要。所以我们讲话，平常问人家说：“丹丹姐，你来了。”丹丹姐如果是一个正常人，就会回答说：“我当然来了，不然我怎么会出现在你面前呢？”就是丹丹姐不会这样呛我，她就会来了，你好。就大家就知道你吃了没，你好，你来了，这都是客套话、场面话。所以刚才你们说群里头这些场面话，那就是做一个场面嘛。当老师但凡超过2、3年，就知道学生如潮水来去，家长如潮水来去，你的群里头的称赞如潮水来去，他怎么可能去贪恋那个潮水，说我失去这个称赞我就要死了？所以大家都是明白人，的确知道这件事情。所以我最后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看过一句话，他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想要改变这个世界，我只有一个小愿望，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改变自己。这不是小愿望，这是一个超级大的愿望。我们人活着不被这个世界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光是看完一个奇葩说，你就不知道改变了多少次。我为了我的小坚持，我做到了一些事情，可是我知道那有多吃力，所以
重复熊浩刚刚引用的那句话，就是力气很珍贵，不要用在这样的小地方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